平時講海上嘅大郵輪呢，就講得多啦。講起河輪，唔知你又會諗到咩呢？可能好多朋友仔對河輪並唔係咁熟悉。不過千祈唔好以為河輪係以下嘅呢種或者係呢一種嘅船仔喎。河輪呢係源自歐洲皇室嘅一種出遊方式，同海上嘅郵輪呢就係兩種唔同嘅概念嚟嘅。隨住河輪旅遊嘅更新換代，而家嘅河輪旅遊呢係一種既寫意浪漫又高級舒適嘅旅遊方式。由於河流水位比較低，河輪相對海輪嘅噸位呢係細啲嘅。雖然船上嘅娛樂設施呢冇海輪咁豐富，但係由於載客量都相對少，乘客嘅空間比呢就更大更舒服啦。河輪深入內陸，而且停靠嘅港口呢大部分都離市中心好近，唔單止交通方便啦，而且呢仲有更多嘅時間喺岸上遊覽添。既然河輪咁正，大家會唔會有啲心喐喐喺嚟緊嘅2022年想去試一下呢一種小眾得嚟又新穎嘅水上度假方式呢？今日 Chloe 呢就嚟同大家盤點一下世界上8條最值得期待嘅河輪線路，睇下有冇你嘅心水啦！密西西比河作為美國最大嘅河流，支流眾多。印第安語稱佢為眾河之父，亦都稱為老人河。呢條大河起源明尼蘇達州，從北到南貫穿美國，最後匯入墨西哥灣，滋養咗美國41%嘅土地，亦都當仁不讓咁成為咗美國人心目中嘅母親河。曾經喺呢條河流上面行駛嘅最著名嘅呢，就係舧輪式蒸汽船啦。而目前世界上最大嘅蒸汽船 American Queen 依然喺呢條河上面運行緊。從新奧爾良出發，遊覽亂世佳人取景地橡樹莊園，又或者係去維克斯堡參觀紀念南北戰爭嘅國家戰爭紀念公園。河輪會經過美國南部擁有古老歷史嘅城鎮，亦都會遊歷聖路易斯同路易斯維爾呢啲大城市。而尾站曼菲斯可以參觀種植園住宅同新奧爾良戰役遺址。當然唔少得嘅係去貓王嘅故居打卡啦。除咗傳統嘅蒸汽船，Viking 亦都準備喺呢度投放一艘5層高嘅現代新河船。經典嘅線路加上新河輪，真係值得期待啊！尼羅河係最古老嘅河流之一，總長4130英里，係世界第一長嘅河流。呢度孕育咗人類最早嘅3大文明之一。而埃及呢，亦都係依傍住尼羅河發展起身嘅，所以坐河輪就係體驗埃及同埋探索佢輝煌古蹟嘅最好嘅方式之一啦。登船之前，先去開羅睇下古代7大奇蹟，唯一仲保存完整嘅胡夫金字塔同獅身人面像，感受4000幾年前嘅文明。而坐船呢，一般都會喺盧克索出發，行3到5日到亞斯旺。呢度就係埃及歷史最重要嘅部分，好多古蹟都係要坐船先可以睇到嘅，所以亦都被譽為露天博物館。順住尼羅河可以睇到古城帕塞巴克嘅原址，雖然古城早已無跡可尋，但係呢度嘅康雍波神廟同埃及其他嘅神廟比起身就有啲與眾不同啦。呢度呢，同時係供奉咗鷹神同鱷魚神嘅，所以又叫做雙神殿。從大門開始，左右兩邊嘅建築雕刻都係自成一體，非常特別。另外，離埃德福碼頭大概2公里左右，就係至今保存得最好嘅埃德福神廟，喺埃及同埋考古學上佔有非常重要嘅地位。因為埃及嘅天氣非常炎熱，所以比較適合玩呢條線路嘅時間就係11月到第2年嘅2月左右。聖誕假期可以諗諗佢啊！湄公河係東南亞最著名嘅一條河流，流經6個國家，分別係中國、緬甸、老撾、越南、柬埔寨同泰國，係最受歡迎又發展得最快嘅河輪線路之一。唔講你唔知，河嘅上游喺中國係叫瀾滄江，而湄公河喺下游係東南亞嘅叫法嚟嘅。湄公河嘅河輪主要係深度探索越南同柬埔寨幾個著名嘅城市，行程嘅起點係越南首都胡志明市。作為越南第一大城市同最大嘅經濟文化中心，呢度唔單止有高聳入雲嘅摩天大樓，同時亦兼具迷人嘅法國殖民建築同古樸嘅傳統寶塔。而行程最大嘅亮點，當然就係差啲成為新7大奇蹟之一嘅吳哥窟啦。Chloe 就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早少少起身，喺日出之前去到吳哥窟，喺吳哥窟欣賞日出，真係有種洗滌身心嘅感覺㗎。另一個 highlight 係柬埔寨首都金邊，喺度坐當地嘅嘟嘟車，
參觀四河交匯而聞名嘅金邊皇宮，探索古高棉王朝嘅歷史，了解柬埔寨嘅文化。同時坐船遊覽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嘅浮動村莊同豐富多彩嘅市場，都係呢條線獨一無二嘅體驗嚟㗎。伏爾加河係歐洲最長嘅河流，大多數人都將佢睇成係俄羅斯嘅國內河。坐船之前，遊客可以踏上著名嘅莫斯科紅牆，聽一聽克里姆林宮嘅鐘聲，參觀裝飾奢華嘅地鐵站，或者色彩斑斕嘅標誌性宮殿，再沿河向西順流而下。通過12日嘅行程，可以從首都莫斯科一直玩到華麗嘅聖彼得堡，從風景如畫嘅小村莊到莊嚴奢華嘅宮殿。伏爾加河上嘅呢艘郵輪就好似一部時光機咁，一步步帶你深入了解舊時嘅沙皇帝國到現代嘅俄羅斯。嚟到三甲，一定就有萊茵河啦。萊茵河全長900英里，從瑞士阿爾卑斯山開始，經過奧地利、法國、德國、列支敦士登同埋荷蘭。萊茵河嘅路線選擇就非常多，不過 Chloe 就推薦大家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萊茵河中上游河谷嘅線路，即係從德國嘅美因茲到科布倫茨嘅河段。科布倫茨係一座喺古羅馬時期已經有嘅古城，雖然喺二戰嘅時候經歷過嚴重嘅破壞，但仍然係德國重要嘅旅遊城市。延綿65公里嘅地區，好似童話咁嘅古堡，無數中世紀嘅遺跡，古老嘅歷史小城。葡萄酒莊令呢一度成為歐洲文化史上最精華嘅部分。細心嘅遊客仲會發現呢度兩岸係冇橋樑建築嘅，為咗保護自然風景嘅原貌，當地人平時都要靠渡輪嚟過河㗎。而萊茵河嘅出海口末段就會去到荷蘭，可以遊覽著名嘅小孩提防風車群，同有北方威尼斯之稱嘅阿姆斯特丹。每年4月係萊茵河嘅旺季，因為荷蘭會變身鮮花之國。而以鬱金香聞名嘅阿姆斯特丹，亦會聚集咗全世界各地前嚟嘅愛花之人。講到歐洲最受歡迎嘅遊河線路，穩居榜首嘅必定就係多瑙河啦。藍色多瑙河作為世界名曲傳頌百年，歌頌嘅正係呢一條超過1800英尺、歐洲第2嘅長河。多瑙河起源於德國，貫穿10個國家，匯入黑海。而遊船最多人揀嘅就係紐倫堡到布達佩斯嘅線路啦。途經著名嘅音樂之都維也納，去維也納金色大廳聽翻場音樂會，參觀下呢一座建築風格古老但係設備係最先進嘅建築物，或者漫步於美泉宮，感受富有傳奇色彩嘅西西公主當年行宮嘅高貴典雅。嚟到匈牙利，自然唔少得首都布達佩斯啦。喺多瑙河上就可以見到歐洲最古老嘅立法機構匈牙利國會大廈嘅全貌，遊覽一河兩岸嘅布達同佩斯，欣賞橫跨喺多瑙河上歷史悠久嘅塞切尼鏈橋同紀念西西公主嘅伊麗莎白橋。多瑙河嘅遊船一年4季都係無間斷嘅，但每逢12月就會變成另一個被追捧嘅線路啦。聖誕市集係源於中世紀嘅德國同奧地利，已經有幾百年歷史啦。流光溢彩嘅燈光、白雪皚皚嘅屋頂、遍佈裝飾嘅廣場、售賣薑餅、松子同熱香料葡萄酒嘅攤檔無處不在。感受活力充沛嘅歐洲聖誕傳統，體會飄蕩喺空氣中嘅歡樂。記得去每一個聖誕市集上面買一杯暖粒粒嘅熱飲，同埋收集各個 market 上面唔同嘅聖誕杯啦。萬眾期待，終於嚟到第1位啦！佢就係亞洲第一長河嘅長江啦。長江係亞洲最長嘅河流，亦都係全球第3長嘅河流。講起長江，首先諗到嘅一定就係長江三峽啦，渠塘峽、巫峽、西寧峽。三峽孕育咗華夏文人嘅豁達情懷，我哋好多都係喺書籍裏面認識三峽，例如北魏地理學家嘅酈道元寫嘅《水經注》，最熟悉嘅當然仲有李白嘅嗰句“兩岸猿聲啼不絕，輕舟已過萬重山”。喺河輪上，我哋可以遠距離欣賞到崇山峻嶺、偉岸嘅群峰、壯麗嘅峽谷。而除咗三峽風光，另一個重頭戲就係國之重器三峽大壩啦。作為全世界最大規模嘅水利工程，三峽工程足足用咗17年建成，600公里嘅水庫為長江嘅防洪、發電、航運、養殖同埋我哋每個人都可以體驗到嘅旅遊，都起咗重大嘅作用。長江沿岸有好多古蹟名城，從唯一一座祭拜炎黃爺嘅酆都鬼城，到劉備托孤嘅白帝城；從遠眺孤帆遠影碧空盡嘅黃鶴樓，到洞庭湖邊同係3大名樓之一嘅岳陽樓。郵輪都會帶你一一經過，而
而長江出海口係東方之珠上海，作為全世界最發達嘅國際大都市之一，唔單止融合咗美食、購物、娛樂、旅遊於一體，而且外灘、陸家嘴、夜上海嘅風光，永遠都唔會令你失望。只係壯麗嘅風光景色同豐富嘅人民歷史，並唔足以令三峽郵輪呢獲得咁高嘅期待值。而另一個原因呢，就係因為佢有全世界噸位最大嘅河輪船隊。三峽郵輪嘅船呢，可以達到1.7萬噸，有7層咁高，係歐洲河輪嘅3倍有多。從2018年開始，三峽郵輪呢就嚟咗個大變身，融合中西元素，行奢華嘅路線，真正將長江嘅風光呢帶俾全世界。我哋一齊嚟睇下啦！睇完咁多河輪線路，大家係咪心喐喐呢？你揀到最心水嘅屬於自己嘅嗰條線路未啊？記得留言區話俾我哋知你最中意邊條 River Cruise 喎。如果你哋仲有其他心水嘅 River Cruise 呢，一定要留言同大家分享下。如果你覺得呢個視頻幫到你，記得點返個 like。未訂閱嘅朋友仔就快啲 click 下訂閱，關注我哋啦。我哋下期再見啦！